有那么一款街机游戏，它很特殊，也很神秘，老玩家们几乎都不怎么认识它，大概率也不曾玩过它。街机厅里也鲜有它的身影。它既不是名作，也不是知名 IP， 就是这么一款平平无奇的游戏，但是却是那个只属于街机游戏的黄金时代所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碎片。时间来到1991年，在全世界的街机厅中掀起了一股多人合作轻版动作游戏的热潮。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轻版动作过关一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游戏类型。科乐美凭借《忍者神龟》和辛普森一家等现象级作品横扫全球各大游戏厅，风头一时无两。而不甘落后的世嘉自然也不会闲着，顺势推出了自家的私人合作轻版动作游戏《DD Crow》。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就叫它滴滴帮。游戏在1991年6月正式发售，由世嘉 AM3 研开发。虽然那个时候 AM3 研还没有正式挂牌，但在1993年之前，他已经参与开发了不少街机项目。有趣的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土星移植游戏《电脑战机》的知名制作人更重郎后来回忆说，他当初进世嘉公司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滴滴帮。滴滴帮的开发过程一直略带一丝神秘，当年无论是游戏结尾还是宣传资料里都没有开发人员名单，所以在这款游戏发售后的20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游戏到底是谁做的。直到2016年，才有曾经的世嘉员工在推特上爆料，说原来除了 AM3 研，AM1 研也参与了滴滴帮的制作。AM1 研在当年世嘉旗下可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他们开发的战斧、爆裂形式、死亡之屋，直到今天还经常被人拿出来怀旧。终于谜团被解开，当年世嘉旗下开发部门之间经常喜欢搞联合作战，所以这款游戏其实是 AM3 研和 AM1 研的合体产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游戏完成度很高，却一直没署上具体开发人员的名字。至于游戏名称 DD Crow， 更是一桩趣闻，游戏剧情里完全没解释这个名字，同样玩家猜了20多年，以至于各种随意叫法一大堆。滴滴帮这个叫法就是其中一个，直到同样是2016年的那次爆料，才让大家彻底明白，滴滴其实来自于日语俚语，意思是敌人不断的出现。滴滴是当当的谐音，表示源源不断的敌人。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熟悉日语的朋友，可以大声念一下，找找是不是这么一个感觉。一款美国街头斗殴的游戏，名字灵感竟然是日语拟声词的谐音梗，这算放到现在来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滴滴帮诞生在轻版动作游戏最为热闹喧嚣的1991年，背靠世嘉这个顶尖游戏品牌，它本应该大展拳脚，但最后还是没能扛起多人合作轻版动作游戏这杆大旗，迅速被埋没在强敌环伺的游戏丛林中。滴滴帮的基本玩法说白了就是当年最经典的横向卷轴轻版动作的模式，游戏套路和卡普空的快打旋风如出一辙，只不过可以4个人一起玩，从左打到右，一片场景的敌人全部清完才会放行，最后碰上关底 BOSS， 干掉之后再进入下一关，如此循环直到打爆最终头目。这种轻杂兵前进打 BOSS 的流程，就是当年轻版动作游戏的标准配方。操作方面，游戏用的是8方向摇杆加2个按钮，分别是攻击和跳跃，有些机台还配了第3个按钮，但大多数玩家记忆里就是2键配置。而有意思的是，世嘉推出了2人、3人以及4人的街机框体版本，这也算是满足各类大小街机厅老板的丰俭搭配套餐。游戏采用世嘉自家的 System 18主板，该主板能够支持连接多个摇杆，而不需要像某些游戏那样需要进行双机柜连接来支持多人游戏。这对街机厅老板来说也算是省心省事。为了照顾北美市场，世嘉甚至还贴心地准备了改装套件，
老街机的框体加装套件后就能直接升级成4人版本，也算是节省资源的又一个典型案例了。战斗系统上，滴滴帮既有常规操作，也塞了点自己的小小花样。基本招式包括普通连击、跳踢、抓人、摔头。老玩家们一定都知道，摔头技的乐趣就在于你能把敌兵砸到旁边的小弟身上，一次解决一片。武器方面，偶尔能捡把小刀或者手榴弹，小刀能投掷，手榴弹能造成群体伤害，但是数量极其有限，只能算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真正的特色是冲刺攻击，玩家快速双击摇杆的一个方向就能冲刺，接着同时按下攻击键和跳跃键，就能打出一招带击飞效果的猛攻。风险在于起手有点笨拙，而且冲刺距离不容易把握，时机不好就会被反击。但是一旦命中，不仅目标被撞飞，甚至还能顺带撞翻同一条直线上的多名敌人。这一招成了清理杂兵的关键手段，玩得溜的人几乎仅靠这一招控场。不过和同期许多轻版游戏不同，滴滴帮没有那种扣血放大招的全屏技能，普通攻击也只能打中单个敌人，面对群殴完全没法靠自残大法脱困。这意味着你得学会用冲刺、摔头或者跳踢去拉开距离，等待进攻时机。更狠的是，倒地的敌人还能再次被你抓起来，当保龄球一样甩出去，砸倒一片。或者只要你愿意，还能将敌人抛到天上。不得不佩服主角们的臂力，一点也没浪费那一身的肌肉。这些操作听起来感觉很爽，但对新手来说难度是不小的。不熟练掌握这些技巧，往往在游戏开局就会被小兵群殴到怀疑人生。正如我当年一样，单打情况下，一个币能看到第一关的 BOSS， 已经足以让我开心好一阵了。与其他同类游戏相比，滴滴帮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在游戏画面顶部角色框中加入了一个计数器，我称之为 KO 计数器。游戏中每击倒一名敌人，技术就会加1，于是在合作清怪的过程中，大家就会不知不觉拼起了分数，多了一点同伴之间竞争的味道，也给略显乏味的游戏流程增添了一丝趣味性。也可以看出来，世嘉当年在设计这款游戏时，一定是想通过合作竞争将游戏的热度带起来，只不过想法很好，但是现实却很残酷。关卡设计上，游戏走的是纯犯罪都市风格。游戏开场动画直接来个大爆炸，恐怖分子在游乐园放了炸弹，主角团获知后立马出击，于是第一关就在游乐园开打，后面还有缆车、建筑工地大楼、废弃仓库、空军机场等场景，一路摸到犯罪集团大佬巢穴。关卡数量一共7个，外加2个奖励关，前面有5个关卡的 BOSS 会在第7关再来给你虐上一遍。最终的大头目就是控制这座城市的超级犯罪集团林公司的总裁，一个使双刀的家伙。整体来说，滴滴帮的玩法既熟悉又稍显硬核，有冲刺攻击，有摔头连击，也有 KO 计数器这种小创新，但和同期的明星作品比起来，它的节奏偏慢，容错率低，新手体验并不友好。开发者一定是想突出团队配合，让玩家伙伴们共同磨练操作技巧，可他们显然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快节奏的街机厅环境里，并没有多少人会耐着性子慢慢练习。毕竟街机游戏达人都是用一个个币喂出来的，而对于学生群体来说，财力和时间都是被游戏劝退的最直接原因，这点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美术风格上，滴滴帮选择了一条和同期大多数轻版游戏截然不同的道路。它没有卡通风，没有夸张的漫画感，而是走写实的都市街头路线。4位主角清一色肌肉硬汉，没有超能力，也没有奇装异服，看起来更像好莱坞电影中会出现在街头的平民斗士。金发夹克青年，平头壮汉，黑人精神小伙，名字也挺随意 FF、Buster、King， 光看这些设定就能感觉他们是这座犯罪都市民间治安维持者那一类的角色。FF 这角色的灵感
还像极了施瓦辛格在动作片《最后的行动英雄》里饰演的硬汉警探。问题是，这些角色在游戏中没有什么人物背景故事，也没有特别鲜明的性格，玩过之后也很难记住他们谁是谁。这一点和快打旋风或者科乐美的终极复仇形成了鲜明对比。主角团虽然没什么特色，但是游戏中的 BOSS 设计倒是藏了不少彩蛋。美术团队显然受当时西方流行文化和好莱坞电影影响很大，很多角色一眼看上去都似曾相识。第一关 BOSS 的形象是一个留着浓密胡子、露齿微笑，活脱脱像那个摇滚巨星弗莱迪。还有那个用中国功夫腿法的 BOSS， 动作和造型几乎就是和李小龙一模一样。还有一个肌肉黑帮头目的表情，神似美国脱口秀主持人阿森尼奥。还有那个用链球的女 BOSS 和健美女皇简方达有着极为相似的神韵。这些游戏人物借鉴现实明星的做法，也正好说明当时街机游戏设计的常见手法，就是把当下流行文化元素拼接进来，以此来增加趣味性。场景美术则试图还原美国90年代的城市氛围，游乐园、缆车、废弃仓库、高楼工地，所有这些都描绘出充满尘土和油渍感的都市环境。工地场景里脚手架林立，钢梁交错，这种偏写实的风格和世嘉同期的另一款街机游戏《阿拉伯之战》的漫画夸张风格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两种设计思路能看出世嘉在不同项目中的差异化尝试。滴滴帮中人物和背景的画面细节算是中上水准。有媒体当年评价这款游戏说道，角色大小和画面精致度都不错，主角出拳跳踢动作也很连贯，敌人被摔飞时的表现力也到位。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敌人种类实在是太少，全流程下来就只有5类小兵换皮走天下，唯一的差别就是颜色不同和略有差异的技能。仅靠这些就想要支撑起7个大流程关卡，明显是不够的。所以曾经混迹于街机厅中的老玩家都会觉得这个游戏千篇一律，特别是第4关，流程很长，杂兵最多，看多了居然会产生生理不适。一模一样的杂兵造型和攻击方式让这款游戏饱受诟病。在音乐音效方面，滴滴帮因为采用了世嘉 System 18的主板，有2颗雅马哈 YM3438FM 的合成芯片，再搭配上理光 RF5C68 的采样芯片，这样的组合是有着比当时主流的 MD 主机有着更高级的音频硬件。配乐风格充满街头感，带有电子摇滚味道，节奏感十足，但颇为遗憾的是曲目数量严重不足，感觉就那么4、5首一直在循环播放。而最后一关在干掉双刀 BOSS 后出现的背景音乐却很有特色，也与其他曲目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光从这点也能看出，世嘉内部当时并没有给这款游戏多少资源，能够将游戏完工就已经很不错了。然而更为欠缺的是，因为没有制作人员名录，所以游戏作曲者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猜测很可能是由世嘉内部的 SST Band 成员或 AM3研的音频工程师来操刀的。另外，游戏中的音效表现还是不错的，氛围烘托也很扎实，打击声结合爆炸的低沉轰鸣，再加上敌人被扔飞时的惨叫，配合得很带感。整体说，滴滴帮的视听表现放在1991年只能说中规中矩，精致的写实画面是一个亮点，音乐一般，缺乏能让人瞬间记住并直击心灵的震撼。相比之下，
辛普森一家仅靠卡通形象和主题曲，立刻就能吸引一众粉丝，而反观滴滴帮这4个无名硬汉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很多，这也让他在当时的街机厅中存在感不足。即便如此，几十年后我们回头再来评论这款游戏，这份朴实写实风反而也有着独特的怀旧味道。滴滴帮在1991年街机市场的表现中，就像一个学习成绩平平无奇的学生。在日本本土，据 Game Machine 杂志统计，他在1991年9月初的街机排行榜上拿过第6名。别小看这个排名，这榜单反映的是投币热度，说明他刚上市时确实吸引了一波关注，但可惜好景不长，他没能维持住，更没挤进年度前10。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一年卡普空的街头霸王2横空出世，引爆了格斗游戏热潮，而轻版动作这边，辛普森一家和终极复仇也是轮番上阵抢占话题。在这样的环境下，滴滴帮能短暂混到第6名的位置已经算不错了，但显然距离线上级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到了北美和欧洲，他的表现更是平淡，世嘉在西方几乎没怎么宣传，更多是把它当改机套件卖。这种策略本身就说明世嘉对它的市场期望值并不高。那个时候的欧美街机厅，玩家的注意力几乎全被街霸2和科乐美的轻版大作吸引走了，很多 IP 都自带流量，滴滴帮自然很难与他们抢占市场。更为糟糕的是，世嘉自己在隔年还推出了战斧死亡复仇的4人版本，进一步压缩了滴滴帮的生存空间。结果就是这款游戏连美国的营收榜都没混上。在欧洲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机台虽然也会摆进街机厅，但是在当时一众大作的环绕之下，自身的游戏品质注定无法吸引玩家的目光。在当时，媒体评价也不看好，英国杂志 The One 把它和终极复仇放在一起比较，直接说要是2选1，肯定是终极复仇更加出彩。他们承认画面精致，但游戏存在的诸多硬伤实在是无法用画面就能完全遮盖掉的。另一家则给了71的评分，评价也是极其相似。画面不错，但缺乏想象力，是这款游戏带给人们最直接的感受。许多老玩家回忆起这款游戏时，普遍认为游戏操作手感糟糕，攻击花样少，大部分玩到第4关就腻了。很少有玩家会为这款游戏持续磨练技巧。很多玩家直言，整个通关的过程简直像遭受了刑罚。滴滴帮就是这么一款游戏，你或许会被它的画面所吸引，但玩过一次后绝对不会再投下第2个币。这款游戏出生在那个街机大作扎堆、IP 竞争激烈的年代，加上节奏偏慢、缺乏亮点的设计，始终无法俘获玩家挑剔心。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它很快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要看懂滴滴帮的处境，就得把它放进1989年到1992年街机4人轻版类型热潮的版图中。当时此类游戏的头号玩家无疑是科乐美和卡普空，他们的作品一款接一款，不仅有人气，还有大 IP 撑腰，而滴滴帮就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4人同屏游戏是当年的大卖点，滴滴帮这款游戏显然是想要在同屏玩家人数上不落下风，所以他一口气提供了从2人、3人到4人的多个版本，目的就是想让灵活性变得更高。只不过灵活并不等于有优势，毕竟在街机厅里，能否吸引玩家投币才是硬道理。滴滴帮得益于世嘉 System 18主板，画质和性能和同期的科乐美机版、卡普空的 CPS-1 差不多，角色尺寸也和快打旋风接近，比辛普森一家的 Q 版人物更大只。但问题在于缺乏创意，制作保守，阻碍了它的市场表现和玩家口碑。当聚焦于游戏中的4位主角时，你会发现这4个家伙的技能效果差别不大，游戏流程中能用的手段也就是普通攻击、摔头、冲刺和少得可怜的掉落武器，更无法和场景有紧密互动。说白了，就是设计没什么花活，
反观辛普森一家，霍默用拳头，丽莎用跳绳，每个人物都有专属武器，两人还能合体放搞笑的组合技，而终极复仇的动作又快又狠，甚至还能踩踏敌人增加得分。名将更夸张，有叼着奶嘴的婴儿，有日本忍者，有形似木乃伊的外星人，外加还可以驾驶机甲。反观滴滴帮的整个游戏流程，几乎没有一处能成为记忆点。滴滴帮在节奏和打击感方面也有明显差距，人物角色出招后的收招时间长，敌兵还会快速反击，玩起来总觉得有一种顿顿感，感觉会慢半拍。而终极复仇节奏快，攻击频繁，玩起来非常爽快。辛普森一家虽然是卡通风，但动作灵敏，动画夸张，让玩家在游戏流程中能够一路哈哈大笑。快打旋风虽然节奏也偏慢，但打击感厚重。滴滴帮既不轻快搞笑，也不爽快，从里到外充斥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别扭感。敌人种类的贫乏让这款游戏饱受诟病，如果你强忍不适打完全程，一定会出现审美疲劳。换皮杂兵一波接一波，就像是一种视觉污染，让你毫无通关之后本该获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相比之下，忍者神龟和辛普森一家每一关的敌人都会换花样，还有丰富的场景表现。再看滴滴帮，除了 BOSS 战以外，其他场景全靠外形一致、数量庞大的杂兵来撑场。在当年，科乐美和卡普空不仅有 IP 加持，还有一众粉丝。街机厅的奸商老板抢着上这两家公司的游戏，而卡普空的快打旋风还靠主机移植进一步拉拢和积攒人气。而滴滴帮不是什么大 IP， 也没后续移植计划，更别提续作了。机器框体方面，科乐美都是豪华定制机，机壳本身就是广告，而世嘉走改机套件的商业模式，带来的结果势必就是吸引不了玩家的眼球，而成为了没有多少存在感的小透明。这款游戏几乎每一项核心要素都差人家一截，这在群星闪耀的轻版动作游戏中显得极为平庸。其实它就是当年大量跟风型游戏的典型代表，它遵循了轻版游戏的公式化开发，却因滥竽充数的品质而终究只能被世人所遗忘。而这种平庸之作恰恰反映了当年街机市场的生态环境，顶级名作光芒四射的同时，身边也充斥着一堆模仿者，滴滴帮正是其中之一。曾经在街机游戏的辉煌期，表现不俗的作品往往都会被移植到家用主机上，以此延续生命周期和热度，扩大忠实玩家群体。但滴滴帮却从头到尾只存在于街机上，从没发布到当时的任何主流家用主机上，在后世主机的游戏合集里也找不到它的身影，这在世嘉自家的作品里都是很少见的。那么为何滴滴帮没能走上移植这条路呢？一款街机游戏，厂商决定是否移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街机版本是否赚钱。如果不能成为吞币兽，厂商自然不愿意多花人力物力去开发家用主机版本。所以滴滴帮没出家用机版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它推出后没多久热度就消退了。公司的内部资源显然更愿意倾泻给热门项目。和忍者神龟、辛普森一家这些有着大量粉丝基础的游戏不同，滴滴帮完全是原创 IP， 就算强行移植到家用机上，后期也很难靠角色或品牌在短期内吸引玩家。反观世嘉自家的策略其实是相当清晰的，就在它发布仅2个月后， MD 平台上就推出了原创的怒之铁拳，立刻获得了口碑和销量的双丰收，直接成了家用机轻版游戏王牌。这种情况下，世嘉自己真没那个动力去移植滴滴帮。从硬件上看，滴滴帮跑在 System 18基板上，性能其实比 MD 主机略高。技术上，如果要移植，问题其实并不算太大，只不过需要砍掉一些动画和画质，效果毫无疑问会打上一些折扣，甚至可能得把4人模式降级成双人。问题是，当时 MD 上已经有了多款热销的轻版动作游戏撑场，世嘉完全没必要花钱再塞一个低配版的滴滴帮，对他们来说，这种投入并不划算。一款街机游戏如果想要做家用机移植，
通常而言，移植的黄金期一般是街机版推出的1到2年内，但到了1992-93年，家用主机市场风向已经转到格斗游戏和新类型上了。进入16位游戏主机后期，连卡普空也不怎么移植轻版新作了。而到了32位机时代，2D 画面的轻版闯关游戏更是成为弱势类型。一旦游戏错过了移植主机的时代窗口，也就只能被彻底尘封进历史的抽屉中。还有一点也不得不提，早期的游戏厂商内部管理其实是存在诸多问题的，资源管理能力不够而导致技术文档遗失的事件经常发生。而滴滴帮又是 AM1 研和 AM3 研共同合作开发的产物，可想而知，当时的开发资料一定是各自分散的。当游戏代码难以复用时，移植难度则会成倍增长。一款街机游戏是否会再次移植到家用主机上，决定的唯一因素其实就是商业考量，技术层面毕竟还是其次的。就算当年强行有了 MD 版的滴滴帮，最后的结果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款游戏注定只能是街机独占。老玩家是幸运的，时代快速发展得益于模拟器的兴起和迭代。像滴滴帮这样的老游戏，在今天依然能够使用模拟器去体验它。对于众多几十年前的老作品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老玩家可以继续重温童年记忆，而新玩家们则可以用现在更为成熟的游戏眼光去体会和评判它们的优缺点。在收藏圈里，滴滴帮的游戏机版偶尔也会出现在市场上，因为不是热门游戏，所以存量还算充足，价格也相对合理。对喜欢收集世嘉 System 18机版的爱好者来说，它算是一块拼图。不过它用的是世嘉著名的 FD1094 加密芯片，不同地区版本的加密编号还不一样，这在原版游戏的保存上增加了难度。好在后来有技术手段能提取必要，让电池挂掉的板子也能被修复。虽然滴滴帮不是收藏界的明星货，但它依然是世嘉街机游戏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它的命运也正好代表了90年代不少中庸街机游戏的窘状，只能停留在一小部分人的回忆中，成为曾经那个辉煌时代的一个小小光影。回头再看，滴滴帮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本身的成就，而在于它留下的时代切片价值。正如这期遥感往事的主题一样，它也许并不起眼，但少了它，整个街机游戏的历史就没有那么完整。这款游戏的结局很好地说明了一个残酷的市场规律：潮流之中，赢家通吃，平庸者出局。它和其他同类型跟风游戏所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都是游戏开发中的宝贵经验和财富。整个游戏行业就是在无数次这样的试错里前进的。换句话说，即使是被遗忘的作品，也在默默推动行业进步。对我们这些经历过游戏行业快速发展30-40年的老玩家来说，重新发现滴滴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神奇旅程。很多人可能当年只瞥见了它一眼，现在想来也不禁一阵感慨。滴滴帮印刻下了街机黄金时代游戏工业的激烈竞争。我们今天重温老游戏，其实是在向那个喧嚣热闹的游戏时代致敬。它提醒我们，在那些辉煌巨星的背后，还有无数像滴滴帮这样的遗珠，它们就像星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正是这些小小的碎片，串联起了完整游戏文化的历史脉络。它们的价值从来不是评判高低，而是作为那块不起眼但不可或缺的文化拼图，哪怕再小，也依旧有它的一席之地。如果你也喜欢这些街机游戏往事，请点个赞支持一下，把这段记忆分享给更多怀旧的朋友。别忘了订阅频道时空像素典藏馆，我们会继续拼合属于游戏文化的每一块珍贵碎片。